他的声誉不允许你这种耻辱败类玷污。哼！我需要吗？但我没有作弊哥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当弟弟的就早点送你上路，下辈子夺个好胎。你说什么？鉴宝答案是我抄你的，黄金瞳又是我编出来骗他们的瞎话。是因为你无耻！爸呢？我要去找爸理论！你不会真的以为爸什么都不知道吧？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，还是爸授意的呢。弟弟我呀，就是心太软，想让你明明白白的上路啊。哼！你被永远踢出许家继承人候选。枉我一直记但住。我平时从未亏待过你啊！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，还是爸授意的呢。我这是重生，回到了家族鉴宝大赛，比赛开始之前。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阿燕是长子，自然该继承家主之位。小维啊，你只要别给许家丢人就行了，听见了吗？知道了，妈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不会和你争的，就是走个过场的事儿。咱们亲哥俩可别真伤了和气。这个小三养的野种，还跟我抢吗？许燕，你突然发什么疯啊？怎么回事？宾客都已经到齐了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没事吧？可能是我哥考试压力太大，跟我闹着玩呢。上辈子我居然没发现，他们的演技竟然这么好，就是为了哄我去比赛，给许一为铺路。是啊，我压力太大了，这比赛我就不参加了。别哥，哥，你从小这么努力，都是为了当上家主做准备，怎么能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放弃呢？你走了，我可早靠抄你的来赢得比赛，让众人信服当上家主。我放弃这家主的位置，不就正好留给你来做？哎呀，哥，你这是哪儿的话呀？所有族老亲戚都知道，这个家主之位非你莫属，我怎么能和你抢啊？刚刚是弟弟说错话了，要不你踹我一脚，或者打我一拳也行，只要你能消气去参赛，啊！小维，小维。是稍微好点了，看来他果然要靠我出席参赛，才能顺理成章。想公开踩着我上位，这次我绝不会让你再得逞。之前骗我害我的账，我来跟你们慢慢算。你他妈！小维，妈，是他自己不愿意参赛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小维，给我过来！
许家最重嫡庶尊卑，你想像我一样，一直被戳脊梁骨，把外室上位吗？妈，你爸还是向着我们的，只要我们按计划顺利进行，他自然被逐出家门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哥，刚才是我错了，你这打也打了，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走，咱们进去吧。啊？我是稍微好了点，但我没说要继续参赛。你他妈耍我！你不是自己号称有黄金瞳吗？我退赛，你慌什么？正好进去让大家瞧瞧你的天赋。他怎么知道我会撒谎，说我有黄金瞳？可你说什么呢？什么黄金瞳啊？行了，你这当哥哥的要有个当哥哥的样儿。爹爹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就大度点儿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放心把家主的位置传给你呢？爸，你真的有想过把家主之位传给我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徐家家教森严，这家主历来都是由长子接任，所以上一世你们才会想出那么阴毒的法子来害我。哥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以前你从来不会忤逆爸爸和他顶嘴呀。你是不是忘了给我什么东西？啊？哦，看我这个记性，哥，这是我从德国特意定做的高级钢笔，作为提前祝你当上家主的礼物。上一世我就是拿着他送的这支钢笔答题，最后被诬陷抄袭。现在看来，八成是他们在这笔里装了针孔摄像头。哥，这是我送你的钢笔，祝你以后答题一鸣惊人。谢谢小维，我会好好用它的。您放心，家主之位一定是我。你这些破玩意儿，就留着自己用吧。哼！这一世，我会亲手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这个就是许家大少，长得倒是文质彬彬，但是可惜听说耳朵听力不太好。他妈刚生他的时候就难产死了，都说他命格不详，要是让他继承许家，以后怎么负重啊？哎，这个儿子看着也不错。这是小三外室生的，登进家谱都是族老们看在许家主的面子上开恩了，怎么可能让他当家主？许家继承者鉴宝大赛即将开始，在你们面前摆放的是不同朝代不同类型的古董藏品以及赌石原石，你们可自行选择物品进行鉴定，最终谁鉴定的结果更高，即为获胜者。上一世我选择了古董桌，被许一卫抄袭了答案。这次虽然已经扔掉了钢笔，保险起见，还是重新选赌石吧。哥，你选的什么呀？不会和我选的一样吧？待会儿咱俩的鉴宝答案要是一样，那可就尴尬了。放心，这一次绝对不会如你所愿。许燕，你先宣布你的结果吧。我选择的是赌石。什么？赌石？哥，
你从小苦学古董鉴宝知识，怎么突然选了赌石啊？哥，你怎么突然选了赌石啊？哼，投机取巧的玩意儿，难登大雅之堂。赌石虽然不如古董涉猎范围广，但同样也有眼光和气魄。许家老祖当年就是靠玉石尖技的鉴定，才有了如今的高度。我也想追本溯源。不错，年轻人没有忘本呐。小维，你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选的也是赌石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居然也改变了和上一世的不同的选择。我毕竟有黄金瞳，选赌石的命中概率更高。虽然我哥是家主之位继承人，但我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别输得太难看。而且，也是对我哥的尊重。哥，你觉得呢？许家小儿子居然有黄金瞳，这下精彩了！两人选了同样物品 PK。听说许家自祖衰之后，再无后辈能有此天赋，咱们今天也真的好好长长见识。我看许家下任家主到底是谁，还是个未知数呢。好，小伟，有志气。都是你教的好，小维啊，你还是要多跟哥哥学着点，不要浮躁，知道吗？许一伟怎么能跟我写的一样呢？难道不是更美的是，他是通过别的东西抄袭我写的内容？既然躲过了抄袭，这一次我就当众拆穿你们的谎言和嘴脸。我宣布，许家继承者鉴宝大赛正式开始。这块一定能开出极品帝王绿。小维啊，你不是有黄金瞳吗？不给大家展示一番？是啊，许二少怎么不动手啊？你懂什么？有黄金瞳就是有底气，一眼就能全看出来，根本不需要下手。我还是觉得许大公子的架势更稳妥。我自然是要屏气凝神运功一番。哥，你不写答案总盯着我干什么？难不成是转一圈拿不准，想要抄我的答案啊？哼，什么黄金瞳，那不过是忽悠外人的。他们愿意信故事，那我就编给他们听，让他们心服口服的尊我为家主。还在装？你不喜欢抄吗？这一次我就让你抄个够！哼。既然二位都已作答，现在我们就来当场开始鉴定。许燕选择的是11号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叔公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写错编号了。我想选的石头不是这一块。什么？哦，叔公，这些石头的序号都标在上方。其实我想选择的是5号，但不小心看走了眼，写成了下面的11号。这一块一定能开出顶级帝王绿。我故意在纸上写了错的序号，不管许一为是用什么办法看到我的答案，
只要他直接照抄，就肯定会写错。哥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确实是不小心粗心了下。胡闹！许家家主的比赛并非儿戏，岂能由着你想改就改？哼！爸，在你眼里，我有做对的时候吗？我埋头苦读，你说我是书呆子；我为你端茶洗脚，你说我是谄媚巴结。你用培养许家未来家主的借口，不断剥削我、推远我。难道只有许一为是你儿子，而我就不是你亲生的吗？阿燕，你这话说的太让你爸爸心寒了。你爸对你严厉，也是希望你能成才呀。哥，我知道你可能是太在意这次比赛了，想赶快获胜，但爸也是为了你好啊。混账东西，还没当上家主呢，居然还质问起你老子了！我怎么求出你这么个没教养的东西？好啦，族老们同意许燕的答案修改。小儿子，你写的石头是几号？纵然你许一为再会搬弄是非，只要你抄我的答案，就肯定也是错的。我看你又有怎狡辩。我选的也是5号。哥俩居然又选到了同一块石头，这怎么可能？哥，我呢确实也没有想到你会选择跟我一样编号的石头。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方法偷看到我的答案才改的？不可能，明明是你抄我的！哼，胡说什么呢？小维白纸黑字写在纸上的就是5号，而你却是写下了11号，又临时改的5号。现在你居然还在这儿倒打一耙，难道真的是许大少更不用抄袭说2少的答案？努力在天赋面前不值一提。再想起大少刚才在石桌前那通操作，哼，真是可笑啊！不可能啊！如果他真的能抄到我的答案，肯定会写成11号。为什么居然写的是5号？他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，根本不会剑跑。难道他真有什么黄金瞳？刚刚黄金瞳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反应，5号石头一定会开出极品大货。叔公，赶快来检验吧。许燕选的石头肯定没错，现在所有人都看到是我写对的号码，许燕抄我的证据却走了。只要石头开出来，我就是胜者。垮了，这块是砖头料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许燕怎么会看走眼了？什么啊？闹了半天是2个大忽悠啊！没想到许家主的2个儿子就这点能耐，就这也能叫鉴宝第一大家。以后我也学会了，在外面先说自己有黄金瞳，再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，又摸又看，没准能唬住几个外行人呢。哼！不行，绝不能让他们看不起我，不能让他们再嘲笑我和我妈。哎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行了，我看这比赛就终止吧。许家继承人的选择，择日再从旁支里挑。等一下，我确定这块料子没有错，只是都偏在了右边。这位师傅，烦请您再从这半块的中间切一刀，大家一看便知。行，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出货了，真出货了！这是满的极品帝王绿啊！刚才我在摸料的时候就发现了，这块石头
左侧平平无奇，但右边这半块石头吃光不透。这看似裂纹处，正是因为翡翠根源向石头外长起时所留的痕迹。这小子眼尖心细啊！许一伟，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再怎么有。但刚才切的第一刀虽然没有出绿，但它的白面是翡翠的保护层，所以我断定一定会出货。原来如此，我以为赌石靠的是天赋和运气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依据啊！这小子眼尖心细啊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鉴定出来，真是年少有为呀！这次我倒要看看你再怎么赢我。啊，哥，你按照我写的，已经让他们切好了。许一伟啊，你胡说什么？刚才这些明明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。是吗？刚刚我早就写好了，在靠右3/4处下刀就能开出翡翠。难道你不是按照我写的才跟大家讲这么多吗？原来许二少早就知道，居然又是许二少先写上来的。果然是许大公子一直在抄袭他弟弟，还以为他刚才分析的多牛呢，原来是先知道了答案再反推啊！不是的，我没有看。许愿，够了！自己蠢技不如人也就算了，还在这里玩这些伎俩，许家没你这种丢人现眼的败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每次他的答案都能跟我一样？明明就是他抄我的，难道这一世我还是逃不过被指控抄袭，最后惨死的命运吗？不，我不认命。但到底是为什么我没写出来的内容，他也能提前知道并且写出来？不管什么原因，既然他愿意抄，这次我就彻底让他抄个够。老公，你别生气呀。阿燕从小要强惯了，急功近利，用些手段也是能理解的。是啊，哥，你抄不抄我的都没关系，许家家主之位永远是你的，我不会和你争。但你能不能先给爸道个歉？他身体不好，你别惹他生气。这许二少不仅有能力，还有孝心，我看更适合继任许家家主。哎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搞那套嫡庶尊卑，就应该能者上位。许家大公子从小没妈，可能对心情不太在意。许愿，你现在跪下跟小维道歉，我还能原谅你，否则直接给我滚出许家！我没抄袭啊，刚才那些结论是我自己分析出来的。你们要是不相信，我们就再来一轮古董鉴定。古董涉猎知识门类繁杂，我要真靠抄袭，绝过不了古董这一关。不行，古董鉴定是许燕的强项，要是再让他去古董桌，一定会抢走我的风头。各位族老，我也不相信我哥会抄我的。虽然我在古董鉴定算是外行，但是为了我哥的清白，我愿意和他一起加赛一局。果然上钩了。哥，我陪你一起加赛一局。哎呦，二少人也太好了，这就是以德报怨啊！这是什么神仙兄弟情啊？许愿，你看看你弟弟的胸襟，再看看你，他不过就是怕我考得比他好。许一伟，我一定会当众找出你抄袭我的证据。这个许燕，怕不是又憋了什么坏招？他今天怎么突然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像条死咬着我不松口的疯狗？哥，我真的不想因为这次比赛坏了咱们兄弟的感情。你现在退出，给我道个歉，我立刻去找咱爸求求情，绝对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。呸！你做梦！哼，行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弟弟我不给你留情面了。许燕，你赢不了我的。好，你们面前的3件古董，你们要分别鉴定出名称和出处，谁鉴定的又快又准，即为获胜。我宣布，古董鉴定比赛正式开始。今天我一定要当众撕开你们虚伪的嘴脸。许一伟啊，既然你喜欢抄，我就让你抄出连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东西。
燕，无论换多少次东西来比都没用，只要你脑子里想，我都可以同步抄下来。怎么样？难道又是一模一样？哼，这还用说吗？之前几轮已经验证了，肯定是许岩又朝着小维的。这不仅是一样的问题啊，关键老夫看不懂上面是什么意思呀。这什么鬼画符啊？看着像某种原始文字啊。许岩，你写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叔公，各位，我确实没用现代汉字去写，而是用了元代初期的大元文。什么文？怎么了，二弟？这不也是你自己写上去交上去的答卷吗？你不认识了？我认识啊，哥，这次我都写出这么复杂的文字了，你怎么还照抄啊？你不要脸的程度还真没让我失望。这大元文是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亚欧大陆，建立元朝后期创造，一图一写一切文字，实现这片辽阔疆土所有民族的大一统。因此我苦学1年，不想这文化气魄失传。二弟，你又怎么学会的？我有黄金瞳啊，再复杂的字体都是一看便会。哥，倒是你说了半天这些有的没的，到现在你都没说出这个古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哼，不研究正道就会哗众取宠。你们自己脏，所以看别人也是同样的货色。这第一件是唐武则天御制的鎏金铜佛，她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皇，初登基时为了笼络人心，便自称为是弥勒佛转世，打造了许多铜像。正是。二弟，既然你还坚持我作弊，那接下来的文字就由你来说吧。二少怎么不说啊？对啊，二少既然也能写出这种冷门的字体，那你就说说看。难道真是二少污蔑大少？许燕这都写了些什么东西？刚才为了求速度，我就直接照抄，根本没想意思。这可怎么办？小维这孩子啊，平时不认真读书，就爱研究一些冷门野史，这些意思啊，他肯定是知道的。但是碍于和哥哥打雷，怕驳了他哥的面子。小维啊，你不用担心，你知道什么尽管说。他这个不知道廉耻的抄袭在先，就不用给他留什么脸面了。你看，你爸都这么说了，小维啊，你冷静下来，用脑子好好想想。没错，就算许燕写出的是冷僻文字，但他脑子里肯定也会想到这些字的意思。许燕，只要我能听到你脑子里想的内容，就永远能做出正确的答案。好，那我就先来说说这第二件铁制兵器。这个铁鞭是杨六郎抗辽时用的武器，并不多见，许一为肯定答不出。这正是杨六郎抗击辽人的铁鞭。什么？他怎么知道？不可能，冷门文字加上冷门兵器，他这个草包绝不可能答对。但刚才他拿着铁鞭靠近我，你接着就说出正确答案，难道他能听到我的心声？哥，你怎么突然这么惊讶呀？难道是我说错了？你答对了。那不如我直接把这第三个说了吧。许燕，你还是赢不过我。哼，这第三个词品啊，是青花瓷。奇怪，我怎么听不到许燕脑子里的想法了？
干什么？累了，随便打打坐。二弟啊，没妨碍你说答案吧？你果然，你真的是偷听我的心声。那只要我什么都不想，你就什么都找不到。哼，许燕，你以为只要冥想打坐，我就听不到你想法了吗？这是一个青花瓷，刻着莲花的图案。只要我把描述信息开个头，我就不信你能忍住不想。这是清代宫廷的物件，是清朝宫廷的物件。糟了，中计了！底部有狼刃堂款，证明是不能再中他的圈套。床前明月光，床前明月光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许燕，你脑子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？我在想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回事？好好的背起什么古诗？难道他发现我能监测到他想法的事了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监测他脑波的事了？果然，一个小三贱货生的野种，用的也是上不得台面的技。你妈谁信任呢？小维，你这是做什么呢？二少怎么动手打人啊？我没听到大少说出来啊，难道是因为抄袭了他的答案，恼羞成怒了？先激怒你，说不定就能更快找出他偷听我心声的设。阿燕，你别怪小维，他从小脾气急又敏感，毕竟我是在你妈妈走之后才进许家的，有些闲言碎语，他听得太多了。哼，那就让他跪下承认抄袭。小维都把后面的2个答案说出来了，你个抄袭犯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？这最后一个青花瓷的出处他还没说完呢，怎么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让你私生子上位？演都不演了？怎么跟老子说话的啊？怎么跟老子说话的啊？老公，你消消气呀！阿燕她年纪轻，容易争强好胜，得意忘形，也是能理解的。你别跟这孩子一般见识。你居然能听见？那这么多年，他们为什么一直让我带着这个助听器？听医生说你发烧伤到了听力，这个耳机戴着怎么样啊？谢谢爸，清楚多了。那就好，以后啊别那么拼命的学习啊。当年你送我这个助听器，让我觉得虽然你对我很严厉，但还是关心我的。没想到，就连这也是假的。我从未得到过一天温情。你胡说什么？简直是荒谬！自从我带了这个，许一为是彻底不去学校了，天天在外面鬼混。每次古董测试成绩反而都很好。原来这就是偷听我心声的工具。你从那时就已经开始给他铺路了，是不是胡说？一试便知。是不是胡说？一试便知。小维，二少的眼睛怎么了？果然，他就是监听我脑波想法的传导器。你就是因为他才知道我的所思所想。不是，我只是刚才使用黄金瞳过度，眼睛疼到了。我一直以为自己真的人，每天活在自卑中，每天努力学习，只是为了让你多看我2眼，却没想到，为了你这个宝贝私生子，竟然早早的就开始算计我。居然是许家主在帮二少害大少。大少也太可怜了，被自己最亲近的人背刺。各位，如今证据确凿，就是许一为一直在抄袭我。哥，我是看在你是我哥的份上，对你一忍再忍。哥，你也不能随便拿出个东西来污蔑我吧？连第3个青花瓷的出处都说不出。那如果我回答正确，就证明你是抄袭，那你就喊我妈一声妈。许一伟，当年就是因为你妈和我爸的奸情，才让我妈受刺激，大出血难产而亡。你居然还有脸提这种要求？好，如果你答不出，就去我妈的墓前，给她磕3个响头，
让我滚出许家！现在助听器已经毁了，不可能再吵到我，看你还能怎么回答！别装模作样了，许一伟，你已经没有了助听器，你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答案。你怎么就觉得我是抄袭呢？这第3件古董是清代和珅旧藏，青花连纹瓶。什么？他怎么会知道？这个瓷身的瓶底虽然是和珅私藏的落骨，但通过碳10次检测釉面表层，才能得知它是乾隆年间的玩意儿，因此可以推断出是大臣贿赂和珅而进贡宫廷的赏赐。对，小维说的丝毫不差呀。哎呀，小维真的没让我失望啊！许燕，你也该闹够了吧？这又是什么反转再反转啊？所以刚才那个助听器是个乌龙，二少是凭自己的本事打定的。大少这下真成跳梁小丑了。这不可能啊！明明已经毁了助听器，还有其他的作弊手段。事到如今还嘴硬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不成器的东西？哥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大的敌意，愿赌服输。你喊了这声妈，给我道个歉，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。阿燕，我也算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如果能在有生之年听你叫我一声妈，我也是此生无憾了。你现在就给小维还有娟儿道歉，之前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。跪下认错，跪下认错！你们休想！真是给许家丢脸啊！我今天要是不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，在外面闯了更大的祸怎么办？来人，王大少，好好的学学规矩。休想！认错！老公，阿燕啊，她还是年轻，有些争强好胜、得意忘形，也是能理解的。你别太严厉了。哥，我们毕竟是亲兄弟，不能一直这么闹下去。你给我道个歉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以后你还是我哥，我还是你弟。你们想得美！等等，他刚提到的碳14鉴定法，的确是我1年前在用的，但现在已经精进改良。难道是我知道原因了？让我再来验证一次。许一伟，这次绝对逃不掉。许一伟刚才说的碳14鉴定法有问题，我们再比一轮。许燕，你助听器也摔了，芯片也踩了，你是没完没了了是吗？哥，你想比咱们回家比，我现在感觉你脑子有点不清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。许一伟，你大少怕不是真的走火入魔了吧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怎么这么热闹啊？这不是全国首富杨振川和他的独生女杨天兰吗？听说杨家产业遍布全国，这几年杨天兰在海外的业务也发展飞速，赚老外的钱，然后回来搞技术。有钱有颜有头脑，老天到底给他关了哪扇窗啊？哎呀，杨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许叔，哎呦，小兰都长这么大了。小兰上个月从海外派回来一件玩意儿，听闻许兄这儿今天有鉴宝大赛，就带过来给长长眼。东西在哪儿呢？让老兄啊帮你看看。哎，听闻许兄2位公子都身怀绝技，不妨就让年轻人来试试吧。他们的技术尚浅，怕怠慢了您啊。无妨，只能给大伙助助兴。哈哈哈。这是个啥？确实没见过呀。这像个竹筒，又是青铜材质，剪筒似乎还有铭文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确实是个锻炼的机会啊。全子就当是沾了杨总和小兰小姐的光了，让他们呀也见见世面。杨总，请。哈哈哈。杨家的独生女是金梅家，今天突然带着宝物上来，
要是能吃了杨家这个绝户，可比继承许家赚得多得多呢。放心吧妈，我这套装备连许燕都对付不了，糊弄一个小妞更是绰绰有余。杨小姐，我继承了许家先祖的黄金瞳，不像我哥，每次上手都要先摸索一番，万一再给你这宝贝摸坏了，不如就先让我帮你看看。这两人什么来历？看似突然出现，却让许家父子甘愿再比一轮。而且给的这物件，许一为那 AI 工具8成分析不出。许燕，就算你发现了助听器又怎么样？我的 AI 眼镜早就把你的分析和想法全部都学习吸收，许家和杨家都是我的了。系统启动中，目标器物扫描中。大家放心，我已经启动黄金瞳，一定会给杨总和杨小姐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数据库匹配中，扫描失败，系统无法检测分析。怎么回事 ？AI 怎么没有用啊？检测失败，该藏品未录入数据库，系统无法分析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许秋，令郎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对我女儿的拍品不满意吗？杨总，他们这是在做准备呢。你们两个干什么啊？鬼鬼祟祟的，还不快给杨总鉴定宝贝？二弟不是毛遂自荐，不用上手便能检验文物吗？那我也跟大家长长眼。怎么样，二弟，有结论了吗？二少怎么不说了？难道出什么问题了吗？我已经用黄金瞳看过了，这古董是假的。什么？ AI 都检测不出的物件，肯定是假的。我就不信他许燕还能说出个花来。许二少的意思是，我花100万刀买的这个东西是个假的。没错，我刚才就是在想什么措辞能让杨小姐好接受一点。不用，我没那么脆弱。许大少也这么认为？二弟啊，不懂就不要乱说。我用黄金瞳看了半天都没看出来，哥，你不要为了赢我，跟杨小姐胡扯八道。这东西的确是老的，是汉代的。什么？难道真让他看出来了？哥，这奇形怪状的东西，连用途都说不出来是什么，说不定是谁仿制老物件的手法。现在造假的手段技术可是很先进的。二弟，你还对古董造假有研究啊？我只是随口一说，那你能说出来它有什么用途吗？这物件确实是罕见，不是礼节用品，也不是陪葬品，而是汉代边关士兵随身携带的过关符节。过关符节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只听说过通关文牒啊。西汉时期，苏武一行受汉武帝之命出使匈奴，被困19年，许多士兵客死他乡。但苏武凭借牧羊，持汉节不失气节，最终打动了匈奴，被送回了长安，也将此物带了回来。你胡说，铜节是片装的，怎么可能是桶形的呢？哥，你不要觉得杨小姐是行外人，你就忽悠人啊！是你存了这样的心思，所以才看谁都是忽悠。你，许燕，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？市面上的铜节确实是片状，而这个铜节不同之处是由4片组合而成，所以形成了一件看似完整的竹筒。那它们为什么会拼凑在一起？这桶身上的符文是由汉代绢书写的士兵姓名，他们虽客死他乡，
但却委托苏武将他带回，也算是一个回乡的念想。苏武受人之托，便将此物做成了圆筒状，以防丢失。太感人了吧！自古战乱都是苦了百姓。没错，这4块铜器上的铭文是篆文，写着4个人的名字。那他的故事和来历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1年前，我去深山里拯救文物，有一个老人告诉我，鉴宝鉴到最后，鉴的不是物，而是人心。他说，每一个物件背后都有一个活着的人，只要看懂了那个人，就能看懂了那件物。好，许兄啊，你这是养了个好儿子啊！杨总，这小子啊，就是瞎扯淡的啊！杨总，你就当听个故事，热闹热闹。哎，这可不是故事啊！我刚回国，就请了清大和古博的3位博士专家鉴定，他们用20天的时间，得出了刚刚和许愿先生丝毫不差。这许大少也太牛了吧！国内顶级的专业博士鉴定了20天，许大少居然20分钟就分析出来了。年轻人没拘泥只研究正规制式的物件，而是博采众长，以剑心来鉴古。好，但凡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件，就是珍贵的，也不枉小兰花重金从海外淘回此物。我们国家的东西就应该回到咱们自己的土地上。杨总过奖了，多亏了杨大小姐，我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。学识渊博，为人谦逊，不错，不错啊！这怎么回事儿？有黄金瞳的2少什么都没说出来，说被抄袭的大少却能得出和专家一样的结论。之前大少爷说2少的什么探法鉴宝是错的，难道一直是2少在抄大少？不是的，是他抄我的，是他。哎呀，小薇，小薇，你没事吧？许一文啊，你到现在还在故弄玄虚！你所说的黄金瞳，不就是这副带着 AI 功能的眼镜吗？不是的，你胡说！我的眼镜！你先用助听器盗取我的想法，再传进这副 AI 眼镜里。哪怕我毁了助听器，眼镜也可以根据我过往的想法和知识来进行运算。你胡说，我听不懂。听不懂？那你说的碳14分析法，为什么是我1年前用过的？而杨小姐带来的古怪符节，为什么你又回答不出？我来帮你回答。因为1年前我在深山抢救文物，山里没信号，所以导致你的 AI 数据没有同步。我的方案早已从单点釉面表层检测改良提升为胎釉结合处的3点取量取均值，来规避因后世修补所带来的误差。什么？所以你一直才是那个小偷，你用助听器和这个眼镜偷走了我的知识、我的身份，甚至还想要我的命。对，是我偷的，怎么了？小薇，你别说，凭什么都是一个爸生的，而你就是嫡出？你从小就光鲜亮丽的享受继承人的身份，而我跟我妈就得被别人戳脊梁骨，被别人骂小三、骂私生子，还得看别人演私生活，像一条狗一样。真心想，小三上位还委屈上了，你这个私生子，污蔑倒打一耙还有理了。你够了！如今真相大白，许燕认知和眼力以及对古董的热爱，我们有目共睹。我以许家族老的身份宣布，许家的家主由许燕正式担任。许一为，你不择手段，构陷手足，依照家法从族谱除名，彻底逐出许家。叔公，小薇她年纪小啊，她是一时糊涂，求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叔公，小薇她确实有错，但她怎么说也是我许家的血脉啊！等我回去一定严加看管，请您再给她一次重新改过的机会吧。许燕，你是当哥哥的，如今也当上了家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呐！饶人？当初你逼我下跪的时候，怎么没说过饶人？
许一为今天落到这副下场，就是因为你这个偏心到太平洋的爹！你怎么跟你老子说话呢？我不需要你这个老子，我今天就在这里彻底跟你断亲！什么？徐言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没有一天比今天更清醒。叔公，我不想当这个家主，我赢这场比赛，就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还有拆穿他们虚伪的面具。阿叶，你，叔公，我去意已决。哦，对了，建议你去查查许家的库房，这桌子上面的古董有2件是赝品。什么？什么？许家居然有赝品？那他们岂不是都知假卖假？看来许家鉴宝的权威性也不可信了。荒唐！许家的仓库只有家主同意才能进入，我会蠢到坚守自斗吗？能进许家库房的除了你，这不还有一个？有的小偷不光偷走了我的成绩，怕不是还偷了许家不少宝物。你是非要把我逼死才甘心吗？哥，你非要把我逼死才开心吗？再说我去哪儿搞那些赝品？小维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情，一定是有人污蔑。还真是叫不醒装睡的人啊！你们就继续父慈子孝吧。我们也走吧。来人，把桌上所有的古董拿回去，我要重新鉴定。二叔，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此事若真如阿叶所说，除了那个孽障，还有你，都将成为许家的千古罪人。哼！二叔，二叔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哼！老公，爸，老公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！上车。杨小姐啊，这不太好吧？走吧，不必见外。杨总，叫杨总就太生疏了。我和你母亲呢，当年还有点渊源，叫我杨叔就好。我妈妈，那您这次来是？有关系，但更多的还是在赌你。我？这是我妈的遗物。你再仔细看看。这跟刚才桌子上的是同一批赝品。果真没看错你。走吧，回家说。这个不太好吧？你刚才不是已经大义断亲了吗？还有地方住吗？我这是为了抓出偷我妈遗物的造假犯。走吧，上车，上吧。去里面。有一个代号为老鬼的造假师，这几年在疯狂的制造假古董骗钱，而且还会把赝品偷换成真品，再把真品高价卖至海外。把我们的文物宝贝卖给国外，这跟卖国贼有什么区别？这几年我一直在海外收购咱们的物品回国，但毕竟治标不治本，必须要抓到造假的根源。所以，这个许一为就是跟那个老鬼勾结。老鬼向来神出鬼没，每一次都会选一个懂古董的傀儡，在台前替他运作，但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。我们这一次也是一路追查到许家，没想到居然是许二少。臭味相投，不足为奇。我妈的遗物，当年就是在魏娟的诱导下，让许正道给卖了。那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物件。当年，你母亲的这块海兽葡萄镜，是我辗转买回，一直存放在杨家的博物馆里。去年，就突然发现被人调了包，真品在哪儿？现在都没找到。所以，必须要抓到老鬼，才能知道我母亲遗物的下落。对，老鬼的造假技艺非常高超，几乎所有的藏家都被他骗过，却唯独你，当场就看出了破绽。我已经放出消息，
3天后，杨家将举办一场古董界级别最高的慈善拍卖会，老鬼一定会派傀儡带物件来参加。我们想请你当场鉴定，只要发现问题，就可以当场联合警署实施逮捕。好，既为古董界出流，也为找寻我母亲遗物的下落，义不容辞。不过还是要提醒一句，老鬼非常狡猾，手段也极其狠辣。前几个傀儡不是离奇失踪，就是死亡，他对合作伙伴尚且如此，你若明面上跟他对着干，可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已经死过一次的人，这些都不足为惧。许燕这个书呆子怎么突然开了窍了？现在不仅家主之位没捞着，我们偷换古董的事情也快暴露了。妈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你慌什么？许家的名声已经臭了，这艘破船迟早得翻，不如早点投奔新靠山。您是说……走。老鬼，你之前可是承诺过，你做的赝品绝对不会被人当众拆穿吗？没想到许家到了这一代，居然出了个明眼人，有意思。24小时内，你给我海外的账户打10个亿，然后再安排我们出国。你海外的生意啊，就由我们娘俩替你打理吧。臭娘们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敢跟我讲条件？你个老东西，对我妈放尊重点，不然我就去警署自首，咱们同归于尽。哼，你个莽夫！那就3天后带着我的作品去参加杨家拍卖会，顺利卖出，我就如你们所愿。不行啊，小维现在已经被怀疑了，你再让他拿着你的赝品去拍卖会，这不是白白送死吗？富贵险中求。再说了，这次我的作品可是我呕心沥血的巅峰之作，它就是真的，比真的还要真，绝对没有人能识破它的真假。上次许燕能识破，是他运气好，这一次无论什么专家、什么仪器，都绝对见不出来。你说许燕也会去？哼，杨家请的鉴定师就是他。好，我去。小维，妈，既然老鬼这么有信心，这次我一定要让许燕当众出丑。许燕那小子眼睛尖啊，他现在既然已经对我们有防备了，我们不一定是他的对手。妈，你忘了，就算他许燕再强，也有个致命的软肋。你是说他妈？就算他许燕再强，也有个致命的软肋。你是说他妈？哼，当年您让我爸买他妈那块破镜子，许燕跪了7天，才发烧，让我们有机会骗他戴上助听器啊。所以你是想……没错，咱们就跟老鬼合作。你想饶命！我就是肚子太饿了，想找点吃的。Don't look so special.
你喝酒了？你大半夜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？天地良心啊！我一天没吃东西，是真饿了。我去叫阿姨。不用，我随便搞点吃的就行。你会做？小时候在许家经常吃不饱，就晚上偷偷摸去厨房。后来又经常去深山里收古董、挖文物，总得学会自己填饱肚子。你这光喝酒也不行吧？要不我下面给你……别废话，直接做。哦。大小姐请入膳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。其实我还挺好奇的，你为什么愿意花那么多功夫在收回海外的文物上？我爸妈因为你妈，只是联姻，没有感情。他们在我2岁的时候就离婚了。我妈出国，我爸一心扑在公司上赚钱。从小只有我爷爷陪着我。抱歉啊。跟你没关系。不过我爷爷陪我的时间也有限，他是考古博士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全国各地的跑。后来我就开始搜集文物，每次收回来有研究价值的物件，他就能多在家待一阵。他主攻瓷器，而流失海外的文物中，以瓷器数量最为庞大，所以我才投其所好。你是不是觉得其实我特别功利啊？当然不会啊，只要能跟爱自己的家人多待些时间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不过后来接触的久了，确实更为那些那么多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感到遗憾。希望有一天，我们能够光明正大的把所有属于我们的文物都接回来。一定会有的。等等，你说的主攻瓷器的考古博士姓杨，你爷爷该不会是叫杨守光吧？你认识我爷爷？还真是老杨头啊！我白天在比赛时说，教我见物先见心的老前辈就是你爷爷。好啊，臭老头，居然抛下我，给你去当老师。困了，晚安。这大小姐的变脸速度都这么快吗？许燮，凭什么他还能名利双收？不当许家家主，却转头摆出一副守妇女婿的姿态。这谁啊？这是杨家拍卖会最年轻的鉴定师啊！啊，
听说他参加许家古董考核，正确率100%呢。我去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年少有为。走，看看去。走走。许燕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当众穿肠，身败名裂！嘿，老板，随便看看啊，看中了可以给你优惠。这个多少钱啊？一看你就是行家，这个给你800块，您拿走。小维，你买这个干什么？做戏当然要做全套啊。哼，200，可以的话我就收了。200就200吧。来，怎么还没开始？不知道啊，等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杨总，本场最贵的拍品还未到场，据说是神秘卖家堵在路上了。去办。既然拍卖会还没开始，那我就先拿个小玩意儿给大家助助兴啊！看这架势，下来砸场子的。这不是被逐出家门的许家二少吗？怎么还好意思来这拍卖会呢？我呢，在路边随手捡了个铜镜，也不知道值不值钱。今天在座的都是顶级藏家，那就请各位来长长眼啊！这破盒子一看就是仿品。就是，这破玩意儿怎么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呢？哼。那是阿叶妈妈的铜镜，怎么在她手里？他果然跟老鬼是一伙的。他们绝对想不到，老鬼手里还有一个更精良的假铜镜。许愿先生是我们本次拍卖会的现场鉴定师，既然是给大家的设身小节目，就请他上台先做鉴定吧。啊！我说徐老师，就算我这是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您也应该戴上手套再上手吧？这古董鉴定师连戴手套都没意识，真的靠谱吗？这海兽浮雕的立体度，葡萄纹路的饱满精致度，确实是难得一见的精品。许燕，你果然上套了。上次唐代的海兽葡萄镜，那可是拍出了1500万的天价呀！不得不说，这个品质确实看着更好。我出300万，我出500万，1000万，我要了。哥，虽然我们是亲兄弟，但也得讲规矩啊！你作为本次拍卖会的鉴定师，按道理是不能参加竞拍的呀！啊，就是啊，哪有裁判下场踢球的？我做戏做全套。徐燕，只要你还敢继续高价买下这假镜子，我就当场拆穿你。到时候你就是今天最大的笑柄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当什么鉴定师。老鬼的元青花瓷也就不可能再有人看出破绽。既然鉴定师都出手了，证明东西确实是好东西。我出1200万。爸，这铜镜是真的吗？会不会有诈？看着是挺真，但我之前都是送给各种专家机构鉴定检测，论现场鉴别的能力，只能看许燕的。若他真是因为感情冲昏头看走了眼，咱也帮不了他。帮我，能跟爱自己的家人多待些时间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
2000万。哥，以前我也没有发现你骗女人的手段这么高啊！这才几天啊，就把首富千金哄得团团转啊！不过，你马上就要身败名裂了。2000万，有没有比这更高的？2000万1次，2000万2次，2000万3次，成交。现在归我了，归你了，当然归你了。没想到你这个书呆子啊，还是会因为你妈的事犯蠢，也不枉我费心，在地摊上选了那么一个盒子来装这个破镜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杨小姐，为了这么个蠢货，为他花这么多钱，值吗？既然你打钱这么爽快，那我也不妨好心告诉你，这个铜镜是假的。什么？许燕，你也有打野的时候啊！什么天才鉴宝师啊，我看根本就是扯淡。闹了半天，居然是个假货。我怎么觉得这像是给许燕做的局呢？这么简单的局他都能上当，我看这鉴宝师啊，他也没资格当。雪，冷静点。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推崇的许家家主，天才鉴定师。哼，这根本就是一个只会无能狂怒的软饭男，他根本就不配当这么顶级的鉴定师。没事的，许燕，一次走眼很正常。哪怕这个铜镜是假的，但是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是真的，不是吗？小兰，谢谢你。不过，我早就看出了这枚铜镜是假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你就别强撑嘴硬了。如果你早就知道这个镜子是假的，为什么还要花高价把它买下来？难道是想让杨小姐给你送钱吗？就是啊，这不是故意耍杨家千金吗？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铜镜的制作工艺确实一绝，但它的材质却暴露了它的短板。唐代的铜含锡量高，敲击声清脆悠长，而这一件刚才摔下去声音是闷的，难道是现代铜锌合金？没错。许燕，不要再故弄玄虚了，你分析了半天有的没的，不还是白白亏了2000万吗？啊？谁说的？除了这枚铜镜，我还一并买下了这个宝匣，不是吗？你的脑子是真坏掉了，说话越来越没谱了。这盒子是我刚才在门口地摊上随便买的，只花了200块钱。没错，许燕，这个盒子的结构虽然精美，但细节非常粗糙，看起来也就是几十年前非常普通的仿制品，确实不值钱。小兰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这匣子的外层确实是抗战时期做上去的。麻烦帮我拿个牙刷，谢谢。那个时期外敌入侵，人们流离失所，很多懂得的藏家没法及时转移，又怕被外敌掠夺，所以只好反向做旧，然后就地掩埋。这个手法也是我和杨老头在民间历练时，一个老人告诉我。这是出自唐代的纯金鸳鸯16文匣，保守估计最低3000万起。天哪，没想到这破玩意儿竟然是最值钱的古董啊！这真是捡到大漏了。只听说过假的仿真的，还没听说过真的外面还能包层假的。这不可能！说实话，我在古玩圈混了这么多年，
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拿地摊货想坑专家，结果啊，把这国宝级的文物空手送人呢。精彩，好一个以假藏真，真是太精彩了！给我看看，这是我的。小薇，这是本小姐拍下的东西，许二少，现在是想明抢不成？这是凭你自己眼力赚的宝贝，就这么给我了？你出的钱自然是你的。看来杨总不仅获得了一个新宝贝，恐怕即将还有好事发生啊！好，真是太好了。妈，我还没说，我还没有说，对不对？保安，把他们带出去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许烨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没完！唉，真是个废物。可以进来了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主菜。各位来宾，没想到一个热场小环节，结局竟然如此精彩，请允许我再次隆重给大家介绍我们本次拍卖会的现场鉴定师许燕。好。今天是古董界规格最高的慈善拍卖会，我们承诺，我们将会把今晚所有的拍品收入全部用于海外流失文物的追回工作。好。诸位都知道，从晚清起，有大量的文物宝贝啊，都被带去国外了。但那些东西是我们老祖先留下的，是我们文化的根脉。接文物回家，这不是生意，而是使命。好，好。下面我宣布，本次慈善拍卖会正式开始。好。首先，第一件拍品，明代白玉雕螭龙纹佩。典型螭龙纹饰，玉质润泽，符合宋代工艺，是真品。鉴定为真，这块明代白玉雕螭龙纹佩起拍价80万、100万、120万、150万、 150万，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？150万一次，150万两次，200万，200万，杨小姐出价200万，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？220万。这件东西的价值最多就是180万，不用价太高。这是你作为正式鉴品师的第一个拍品，当然要把价格抬上去。300万，300万，杨小姐加价到300万，还有没有比这更高的？300万一次，300万两次，300万3次，成交。杨大小姐，这真是千金裘蓝叶一笑啊！我也想有这样宠我的女富婆。哎，你也得有那样的实力和颜值啊！下一件藏品，南宋马远寒江独钓图。南宋马远一派，半边山水风格，绢本质地，符合宋代特征，笔墨有神，是真品。这件藏品500万起拍，6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一次，1000万两次，1000万3次，成交。下一件藏品，西汉宫廷酒尊。西汉中期宫廷工坊做工细腻，但胎色不行，是仿品，不过也算是件不错的工艺品了。起拍价格50万，80万，100万，150万，280万，280万一次，280万两次，280万3次，成交。300万3次，成交。280万3次，成交。800万3次，成交。西汉玉簪，玉质温润，是真品。这位许先生还真是有2把刷子啊！
不然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当上许家门主的继承人呢？看什么呢？看你认真工作的样子，很帅。好好看拍片，万一遇到自己喜欢的。我已经看到自己喜欢的了。大小姐啊，我可是很抢手的啊。抢手？那我点天灯，我看上的拍品，自然是势在必得。各位来宾，接下来是我们本次拍卖会最珍贵的藏品——元代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盘。元青花，这可是千金难求一见的世间极品啊！这是多少藏家终其一生想要追求的元青花呀！牛津热释光检测，苏黎世 X 光分析，皇家博物院3大顶级专家鉴定。这么多世界顶级专家的鉴定报告，看，那这100%是正品了。我能问一下，这件藏品的送拍人是谁吗？这件拍品的送拍人是一位神秘藏家，按照他的要求不公开姓名，他只留下了一张卡牌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鬼牌。是老鬼。他这是名牌，要向我叫嚣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他这是光明正大的告诉我，这件东西就是他制作的赝品，却已经获得了这么多世界顶级专家的认证。他是想看我当面拆穿他。这么自信？难道世上真有天衣无缝的赝品吗？不可能，就像从雪地上走过，总会留下脚印。就算他做的东西再真，也磨灭不了作假留下的痕迹。这个作品我可是花了毕生心血，收集了大量元代民谣的素材，再从青花残片上提取青料，研磨调配，亲手绘制纹饰，再入窑复烧。胎是元代的，釉是元代的，青料也是元代的，所以仪器测不出来的每一项数据都和真品一模一样。许燕，这次我看你还能如何破局？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鉴定报告，还磨叽什么呢？就是啊，这还能有假？他难道觉得自己比这些世界级机构专家都要厉害吗？虽然他能力确实强，但毕竟太年轻了，又着急证明自己。老鬼这招太阴毒了，他这是把许燕放到了全世界专家对立面。但许燕如果也认同这是真的，也会像许一文一样突然跳出来说这是赝品，那许燕以后……别急，相信许燕。许燕，怎么样？没关系，老鬼下了这么大一个套，肯定准备了很久，咱们以后再找回场子就行了。下套？放心，我知道了。各位，这件元青花从它的工艺到材质确实是无懈可击，因为它的胎确实是元代民谣白瓷的胎，它的釉也是元代民谣的釉，它的确是一件元代的瓷器。只不过它并不是元青花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明明就是元代的胎，怎么就不是元青花了？就是啊，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大家看这里，牡丹纹的边缘，圆形花的纹饰是工匠一笔画成的，墨料浸透在胎骨，会形成自然的晕染。但这一件胎纹清晰可见，
像是贴上去。因为它并不是画在胎上，而是画在了烧好的釉面上，然后进行2次复烧，所以它的纹饰是浮在釉面上的，并没有和胎骨真正的融合。什么？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技术吗？制作这个赝品的人他很聪明，他用元代的素胎，用元代的青料，画出了元代的纹饰，造出了一个全是真品的东西。但他忽略了一件事情，文物是有生命的，它的胎釉、纹饰都是在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人用同一种工序炼成的，人为强行把不同时期的东西拼在一起，哪怕每个零件都是真的，补起来的东西也是假的。好一个组装出来的东西也是假的。老鬼，你果然来了。这就是老鬼。这么精彩的对手，我当然要亲自出面。徐燕，你说这个作品赝品？赝品？你知道这件赝品花了我多少年时间？整整30年，30年啊！哇！你花了30年就造了这么一件假东西，你觉得很值得让人敬佩吗？假？我用元代的胎、元代的釉、元代的料，我跑遍全国，收集了300多件民窑素胎，用了上百片碎片提取青料，画了烧，烧了画，烧坏的废品堆满一整个仓库。这些真真实实的东西，难道没有价值吗？老鬼啊，你的技术我是佩服的，但是你大可以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但你仿造文物，只要是赝品，我只能说不值。我只能说它不值。文物是什么？是古人随手画的牡丹，是他们留下的指纹，是窑工困了打瞌睡留下的瑕疵。你追求完美，但文物本身并不完美，它们带着时间的痕迹，带着人的气息。你这件东西太完美了，完美到没有一丝人的气息，所以它是假的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徐燕，你师父是谁？我没有师父，我从小就读遍了许家书房的所有鉴宝典籍，长大之后到处乱跑，跟民间高手学，跟地摊小贩学，跟深山里的老农学，跟文物自己学。见的人多了，走的多了，读的书多了，交过手的人和物都是我的老师。如果非要说一个对我影响最深的人，那就是一位叫杨守光的考古博士。杨守光，杨守光。20年前，我在岭南一个村子里做活，被人抓住，就是杨守光保的我。他说这个手艺人可惜了，给他留条活路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手艺没有对错，用的人才有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他教我的第一句话。30年，我等了30年，终于等到一个能让我心服口服的人。徐燕，你赢了。你母亲的遗物在杨振川手里。别看，专家鉴宝只看一眼，再多看，货主就要醒了。许燕，好好做，别浪费了杨老交给你的东西。
许愿你真棒，恭喜！好啊，年轻人一战成名，今后前途不可限量啊！谢谢杨叔。小兰，你跟我去个地方。现在？对。好。杨总，用不用派人跟着小姐？不用，让他们去吧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阿姨您好，初次见面。以后你儿子就是我罩了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。怎么，我说错话了？没有，就是没想到你这么直接啊。直接挺好，见宝多了，总是有些真真假假，见物见人心。许燕，从刚才老鬼被抓走之后，你就开始不对劲了。他最后跟你说了什么？别瞒我。他说，我妈的铜镜在你爸手里，这事跟你无关，我会自己去查。许燕，我是那种需要你冲在前面遮风挡雨，我只娇滴滴的躲在你身后的娇妻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不就得了？这件事情，你尽管放手去查。如果真是我爸动的手脚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我不想你夹在中间。我刚才说了，你是我罩的，没人能欺负你，就算我爸也不行。听了。不是吧？这么感动？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站在我身边，这么护着我说话。那是他们没眼光。行了，赶紧跟阿姨说一声，咱们回去。妈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儿媳妇儿，霸道的很。阿姨，如果她以后欺负我的话，我也是不会手软的哦。叔公，阿叶，阿叶，爸错了。您这大半夜的来堵我，又演的是哪出啊？该不会约了记者，再给我扣一顶不孝子的名号吧？我没有，有些伤害已经造成，一句道歉是消除不掉的。我知道，魏娟儿和许一为，我已经把他们赶出了许家，之前是爸糊涂啊！求你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好吗？哀莫大于心死。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也不想原谅你。回去吧。他们杨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离杨家人远点儿，千万别被他们给骗了。我会选择我爱的人，就不劳你费心。阿燕，阿燕，正道啊，阿叶已经长大了，让孩子就走自己的路吧。起来吧。你爸好像知道些什么，不问清楚吗？不需要，我想知道的事情，我自己去查。那你就不怕我是坏人，做的这一切都是在骗你？杨大小姐以身入局，那我甘之如饴。不是吧？如今全国最火的第一鉴宝师，竟然是个恋脑？
你不是说过，再厉害的鉴宝师，偶尔打一次眼也是正常？这么听话？上门女婿的基本素养。杨总，今天拍卖会的古董已经全部替换完成，正品都在这儿了。哦，那个老东西不听我的，我就找个小的为我所用。许愿将会是我最好的作家保护伞。